魏氏已败，大将军战死，魏要流放胶州，你长姐还在太子府受苦。你若不走这步棋，咱们窦家就彻底完了。爹，阿耀待我极好，大难临头，女儿怎能在此时服下假死药，弃他于不顾？咱们窦家怎可如此落井下石？落井下石？你以为现在是什么太平盛世？你若执迷不悟，跟着去胶州，不仅你会死在路上，你在太子府受尽折磨的长姐也会被你牵连致死。长姐，服下他。从此窦氏再无二女窦令依，只有在外婆家养病的三女窦妙言。这是你唯一的生路，也是窦氏的生路。阿耀，愿携焦卫秦，随军摄胶州。妾身怕是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了。令依，令依，你醒醒，不要丢下我！妙言，别磨蹭了，魏贼的大军已经攻破外城了，快随我突围！郎君，魏氏怎会攻得如此之快？您的3万守城大军呢？魏瑶那个疯子，简直是不要命的打法！我已安排好车马，快走！魏瑶，你终究还是杀回来了，只是不知你若见了我，是会念及旧情，还是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？小心些，连根挖起，千万别伤了这棵桃树。这是先夫与我亲手种下的，我要带他一起走。阿嫂，城门将破，逃命要紧，带这些死物只会拖慢全家人的行程，大局为重。恶妇，不许你欺负我阿娘！芝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她是你神母，岂可对长辈动手？赶紧道歉！我不道歉，她欺负我阿娘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不怪芝芝，是我太任性了。我只顾着往日与先夫的情分，却忘了阿正你已经娶妻。如今的太守府哪里还有我们孤儿寡母的容身之地？阿嫂说的是什么话？便是我已经娶了妻，还是要照顾阿嫂和芝芝一辈子的。不就是棵树吗？叫人挖。可是我的仆从都在收拾芝芝的细软器具，无暇分身。不知窦娘娘能不能借几个仆从给我？阿嫂既然开了口，我怎会不借？只要不误了出城的时辰就好。主公，城门破了，魏氏的轻骑兵杀进来了，请主公携2位夫人即刻登车突围。别管输了，立刻登车，快走！妙言，阿正，我害怕，我见不得血，求求你快带我走。可是妙言他……阿正，你要他活，就是要我们母女死吗？对不起，
起妙言，阿嫂和芝芝留下来必死无疑。传闻魏耀对王妻用情至深，你与你阿姬生得像，他定不会杀你。你保护好自己，我定会回来救你。郎君，我哭是因为我怕被魏耀杀。你个蠢货，懂个屁！当年对魏耀始乱终弃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姐姐，就是我本人啊！老实待着，等大将军发落。2年了，这张脸一点都没变，唯一多出来的就是这颗用来掩人耳目的泪痣。霍生那个蠢货，就是被这颗痣迷了心智。这颗痣点上，从此你就是窦家三女窦妙言，与过去再无瓜葛。江东霍氏的太守霍征道貌岸然，实则一直对他那寡嫂薛吉存着不可告人的心思。爹，你为了攀附权贵，为了拿到霍氏的严谨，竟要亲生女儿去给一个寡妇当替身，能给家族换来利益，替身又如何？收取你的傲骨，夺得权势才是你的用人。霍征果然是个见色起意的庸才，见我第一眼就失了魂，聘礼多加了2成，连严谨都送给了我爹。可惜，我终究还是没能带着不觉全身而退，反倒落入了旧情人的手里。大将军，妾身当年也是被父兄逼迫无奈，若不从，长姐便没命了。求大将军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饶妾身一命。魏瑶，2年前你信我，你还会信这颗泪痣和我的眼泪吗？无论如何，这场戏我都必须演下去。禀报大将军，霍征那厮贪生怕死，带着寡嫂跑了。属下在乱军中抓获了这名被抛弃的女眷。据抓获的活口说，这便是霍征之妻薛氏。这帮眼瞎的莽夫，居然把我当成了薛氏那个惺惺作态的绿茶。大将军明鉴，她根本不是薛夫人，她是霍征新娶的夫人，是河西窦氏的女郎窦夫人。窦夫人，是他的声音，2年了，依然能让我听得心惊肉跳。他若是认出我，第一剑怕是就要捅穿我的心窝吧。你是河西窦氏邢三的女公子，抬起头来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吩咐过，不得伤害霍氏家眷吗？主公息怒，我们不曾伤这位夫人，她是从马车上滚落受的伤。那为何不请义工？这哪有给俘虏请义工的先例？多谢魏将军，妾无事，从前便常听姐姐提起将军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将军果真英勇无双。哦，我怎么从来没听夫人提过还有窦夫人这样一位亲眷？妾自幼体弱，高僧说要避着外人才能养大，所以及笄前妾一直在外祖家养病，家中也从不为外人等。是吗？
窦夫人的意思是，我对我家夫人来说只是外人？自然不是。姐姐时常在信中说，与将军感情甚睦，令人艳羡。具体怎么说的？有多令人艳羡？姐姐说，将军待她极好，犹如珍宝。主公，季夫人突发喘症，请您速去看看。将窦夫人送到主院暂住，好生照料，不得轻慢。季夫人，她身边原来已经有了别的重要之人。窦夫人，主屋暂时空室，您就先委屈在此侧屋歇息。多谢阿彭校尉。方才听闻那位季夫人病重，她对你们将军来说可是重要之人。是啊，季夫人陪着主公自胶州一路走到此地，自然情深意重。而这宗子自胶州便陪着，原来这些年她并非孤身一人。请转告魏将军，我手底下有一名女医，医术精妙，我愿让她为季夫人调理身体。当真？那太好了，多谢窦夫人。夫人可有什么需要？要不要送些吃食？我想梳洗一下，还想去主屋拿我的妆篮。不知将军深夜到访，可有要事？我住这里。将军要住主屋？舍不得吗？毕竟是你跟霍征的屋子。自然不会。将军夺了婉灵，城中的一切便都是将军的。一切都属于我吗？魏耀变了。他变成了一个贪心的男人，有一位季夫人还不满足。明明当年他说过，今生只要一双人的，那是自然。很晚了，谢谢。夫人可真美，怪不得世人都说窦氏生青娥，一朝换。窦夫人恕罪，是我嘴笨失言了。无妨。窦氏生青娥，一朝换流若。河西窦氏的女子，如上好珠宝被献给显贵，无能懦弱如我大哥，却能坐享荣华，何其不公！昨日之事，可有回禀将军？正要跟您说，主公请您尽快找那位女医来看顾季夫人。她应是藏在城中了。阿彭校尉能带我出府去找吗？这得请主公示下，夫人稍后。
仙山纹，这是我当年陪他去胶州时穿的旧衣，他竟然一直留着。你在做什么？将军勿怪，我只是看这上好的环手刀，却缠着一块旧布，有些奇怪罢了。一个没有良心之人的东西罢了。用它缠刀，只是为了提醒自己，勿忘往事。原来如此。多谢将军亲自陪同出府。既然是找能治病的女医，我自当亲自走一趟。这个好吃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个如何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霍征身为太守，难得连陪你出来游乐都不曾有过吗？游乐自然是有的，只不过总少不了那个绿茶寡嫂薛西和刁蛮侄女霍芝芝。每次出门，只要别人夸我们登对，薛西便装病扫兴至极。太守政务繁忙，且鲜少出门。那种男人也值得你。去尝尝吧。一羹枣脯含服。这家卖一羹的老店主定是回乡了，他儿子手艺果然极差，又苦又涩。难吃就别吃了。不是去寻女医吗？季夫人那边并不急这片刻。连这种难吃的东西都要强颜微笑，霍征到底让你受了多少委屈？前程。多谢将军，我能看清路。女娘，我在这里。她叫阿佳，是我的客女。她祖上曾是名医，医术十分精妙。阿佳义公，我有一位敬重的长辈病痛缠身多日，想请你替他调理。长辈？不是季夫人吗？季夫人不能是我的长辈吗？原来季夫人是长辈，我一直以为是她在胶州新结交的红颜知己。我并非那等薄情之人，不要以己度人。这男人如今说话怎么字字带讥讽？多谢这位义公。夫人身体孱弱，切勿忧思，多卧床静养。季夫人安心歇息，妙言改日再来探望。季夫人是我父亲从前副将之妻，那位叔父为救我重伤不治，我理应为义母终养。若此医功能令义母好转，我自当感谢你。你想要什么？
将军，当然，放你去春谷，不可能。我不去春谷。既已弃于郎君，何必再自取其辱？我想要将军的信任。信任？将军既然娶了我姐姐，便对斗士女郎的境遇有所耳闻。我若回到父亲身边，无非是被遣返霍氏，或改嫁他人，可我不愿如此。请将军收留我，无论讨医政、舀水耕田，我愿尽。若他日将军能成大业，我只求能有一席天地，令我得以自主。可我听闻你与霍征感情甚笃，你真能舍下？情分早已耗尽，何来不舍？你说他这个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？不知道。也是，问你等于白问。孙熙他们如何了？都躲着，很安全。那位季夫人的身体到底如何？多则2年，短则6月。不行，我要你尽力保她2年。好。彭校尉，怎么了？近日连降烟雨，主公派人查看才发现，霍贼逃跑前毁了粮仓屋顶，雨水倒灌，粮草全受潮霉烂了。不能从春谷方向调粮吗？霍贼的叔父霍延盘踞春谷，封锁了道路，绕行至少多半月，可军中余粮只够撑10天。没有向城中士卒求援。怎么没有？那群卑鄙小人，拿几石粮草打发主公，还嘲讽主公是大将军之子，做不出强盗之事。进城时主公礼待他们，他们竟如此折辱主公。我有办法，带我去见将军。坐。你有办法？陈氏家主贪生怕死，我有他把柄，只需经验。这样的事，也愿意同我说吗？只要能帮将军渡过难关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又骗我！将军，你说什么？无事，此事若成，记你一大功。你想要什么，尽可说来。除了去春谷。将军放心，我绝不去春谷。带走。陈氏，就这么给他了吗？非彼即他，至少我跟他还有共同的敌人，更何况孙穗本也是他的人。彭校尉，将军呢？
再与几位军师议事。赵将军那边有急报。夫人在做手衣，是做给主公的吗？天冷了，几匹柔软耐磨，将军带着领兵出战合适。夫人，我不是迂腐的人，我不觉得女子在受有什么不好。可是我们主公大家都知道，他忘不了前头那位夫人。季夫人和几个将军想给他介绍女郎，他全都推辞了。主公说，此生只有窦氏令仪一位夫人，终不再娶。你亲口听见你们主公说的？这倒没有。那就是谣传了。大业未尽，世间能有几个男儿为女子守节的？不是谣传，怎么没有？主公，主公，去看着药。是。这里绣云气纹不好看，只下了几针，还可以改。将军喜欢什么花纹？仙山纹。仙山纹和云气纹不是很像吗？可云气纹终不是仙山纹，我只爱仙山纹。将军误会了，我做这些只是感念将军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容身之所。我并非是有不该有的心思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从始至终心中只有窦令仪一人。若他还活着，改嫁他人也好，容颜不在也好，身体残缺也好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心如磐石，永无转换。他若愿意，随时可以回来，我这里永远有他的归处。窦，主公，车马已经备好，赵将军急报，请即刻出发。阿鹏，在。你留在宛陵，保护好窦夫人和季夫人。他们死，你死。我要去驰援庐江，你就留在此处。余下的话，回来再说。张世子固然可恨，可老贾手下那小兄弟也确实下手重了些，把张世子打得头破血流。如今张氏堵在郡府门口要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个不难，叫依曹的医工去张氏验伤，并请谢氏族赌去做个见证。伤势如何，不能张氏一家说了算。伤情分明了，再论赏罚。张世子当街凌辱民女是什么罪？那小兄弟打人又是什么罪？再问问张氏，是要两过相抵，还是单独论？若单论，他家郎君依律当徒刑，氏族子弟服了刑，以后还能求到高门之女吗？夫人高招，我这木鱼脑袋怎么就想不到？好了，快去办吧，我也该出门了。多谢窦夫人，活菩萨呀！窦夫人，儿乃霍太守之妻，如今怎可与卫士厮混？于情，卫士铁骑杀了我丹阳儿亮；于理，你怎可背叛自己的郎君？阿谀良言，如雷贯耳。却羞愧矣！纵使夫君携寡嫂突围，弃我如婢女，亦不当与其仇敌同息此城。而今日，妾竟取虎狼之粮，烹为粥糜，分食我宛陵驸马。此事污秽，妾当尽撤之。来人，把粥棚撤了！你不要夫人的粥就滚一边去！少在这里又当又立。是啊，霍太守跟薛夫人不清不楚，又不是一日两天了。魏将军是个好官，破城不伤百姓，我们都看着呢。窦夫人别听这老妪胡言。阿莽，既如此，您便先离去吧，免得此粥污您尊目。
夫人，主公远在庐江，回援最快也要数日。城中兵少，粮草刚稳，若霍氏大军随后赶到，只怕撑不住。来的只是先锋，他们要的不是攻城，是先乱我们的心。宛陵居民听着，只要交还窦夫人，我可暂缓攻城，与尔等重新议和。若执意扣人，后果自负。王校尉，既然霍氏要的是窦夫人，不如先以她为筹码，与霍征拖延几日。你说什么？如今魏将军不在，若只为一人拖累全城，确实该慎重。你们以为交出我，霍征就会退兵？至少可以拖延。连我都能推下车，今日又怎会因一个女人守信？他要的不是我，是宛兰城门自己打开。妙言，我知道你在城上，你出来见我。我可以躲，可我一躲，城中人心就散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他想借我乱婉陵，我便借他稳婉陵。请两位校尉当着众军立誓，今日守的不是我窦妙言，是宛陵城，是城中百姓，是魏军军纪。谁敢擅开城门，便按军法处置。阿鹏在此立誓，人在城在。末将愿听夫人调度一次，若此计有成，李某亲自向夫人赔罪。不必赔罪，我要你们活着等魏将军回来。霍征不会立刻攻城，他要让城中士卒、守军百姓都以为是我拖累了宛陵，我们便反过来让所有人看清楚，是他弃城在先，围城在后。怎么做？一、张榜安民，周棚召开，一棚照射。二、请被霍氏科派过的百姓到城楼附近作证，不必哭闹，只陈实情。三、将霍氏旧账册砌成证词，抄成告示，贴满4门。这不是打仗，是打人心。守城先守人心。他说的对，城中若乱，刀兵未到，人心先败。季夫人，我愿为窦夫人作保。他若有私心，今日大可躲入精舍，不必站在城楼上替你们担着骂名。末将明白了。写给谁？写给我那位嫁入霍氏的堂姑母。霍言的兵我动不了，可他能动霍氏内宅与部区家眷。你要让霍氏自己乱？不是乱，是让他们知道，继续替霍征卖命，会把自己的家眷也拖进火坑。这一局不求险胜，只求少伤一人。窦妙言，你还要躲到何时？妙言，你跟我回去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？郎君说的是弃我于乱军之中，还是围我于宛陵城下？那日情势危急，我是为了保全大局。那今日呢？你口口声声要救我，却带兵围城，让城中老弱妇孺担惊受怕。霍征，你救的是我，还是你的面子？霍太守离城前，军粮先走，一棚先撤，我们这些百姓无人照看。魏军进城后未扰民，还开仓施粥，谁对百姓好，我们看得见。闭嘴！谁准你们胡言乱语？今日宛陵不开城，不是为了魏氏，也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不让百姓再被人当成筹码。妙言，你下来！只要你下来，我即刻退兵。霍征，你若真想证明你有一分担当，就下马，独自到城门前议和。夫人，他会不会有诈？他不是有诈，他是心虚。霍将军，窦妙言，你算计我？不是算计，是请郎君接受军法审问。
叫回来了。霍征已被擒，降者不救。窦灵仪，令仪，我回来了。你再晚一点，我就真的撑不住了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婉玲重逢那日。那你为何不认我？我怕你不愿。你成了霍氏夫人，又不肯承认自己是窦灵仪，我怕我一开口，逼得你连这点容身之处都不要了。我当年离开你，不是因为不信你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承恩公拿你的生死逼我，又拿阿姐的处境逼我。我想救他，可我没有权，没有兵，没有路。所以你把自己也压进去了。我以为只要忍一忍，总能等到翻身那日。可后来才知道，女子若只等别人来救，等来的往往是下一副枷锁。令仪，从今以后，你不用再等别人救你。你想救谁，想做什么，我陪你一起做。我要去中都，我要救阿姐，也要让承恩宫、太子或是这些人把账一笔一笔说清楚。好，不是报私仇，是昭告天下，乱世也有规矩，权贵也要受审。你不必再做窦妙言，你若愿意，明日开始，世上就只有窦灵仪。好。你当真要这样对我？不是我对你如何，是你该对婉宁、对霍氏布局、对被你弃下的人交代。霍征弃守婉陵在先，私调兵马围城在后，扰乱军民，证人俱在。我只是想带回自己的妻。女子不是你遮臭的旗。你若真有担当，当日不会把我推下城，今日也不会拿整座城逼我回头。霍征暂押军法司，待中都稳定后，公开审理。霍氏部据凡为扰民者，登记遣返；胁从者从轻，主谋者依法问责。是。妙言，我叫窦令仪。3日后启程中都。我要亲自去接阿姐回家。罪臣迎魏将军入城，愿交出官印，请将军安民定乱。令仪，你竟还活着？父亲似乎很失望。你既还活着，便该顾念窦氏门楣，先随我回府。窦氏门楣若只靠女儿受苦来撑，那便该重新立规矩。承恩公暂居府中，不得擅礼，待诸案查清，再论公共。不要！你敢？他敢，因为从今日起，中都不再是你们拿女儿换权势的地方。阿姐，令仪，你真的来了。
别怕，我没事。我把能留下的证据都留下了。他在毁证。太子殿下，有什么话留到公堂上说。我以为这辈子都走不出这道门了。阿姐，从今日起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太子府强留窦氏长女，胁迫承恩公府多年，证据确凿。霍征弃守宛陵，私调兵马围城，证据确凿。薛逊冒领救命恩情，借此操控霍氏内宅，证据确凿。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。承恩公以女儿婚嫁换取权势，逼迫女儿改嫁，证据确凿。真假不由你们哭诉，由证据说话。太子幽禁宗府，废其储位，交由宗正寺看管。窦恩公削去实权，家产一半冲入女学与义仓，霍征革去官职，终生不得领兵。薛旭夺封归籍，赔偿受害家眷。今日不是为了让谁痛苦，而是要让后来者知道，女子不是家族的筹码，也不是权势的牺牲。阿姐，你真的要走？我想离开中都，去看看山河，看看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。我可以护着你，你留在中都，也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。我知道，可令仪，我不想一辈子都躲在你的庇护下，我也想自己往前走。你曾说要救我，如今你做到了，以后也让我学着救自己。好，我派一队女卫护送你，他们只护你安全，不拦你自由。好。令仪，你也别再困在过去了。我们都往前走。你来了，登基大典已定，朝臣也在你封后诏书。阿耀，我不做皇后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要王侯之位，不是因你爱我，不是因我是谁的妻子，而是因我守过宛陵，稳过民心，谋过粮草，救过中都。我要凭自己的功绩站到朝堂上。你怕天下人只记得你是我的妻子？我怕后来女子看见我，只看见一顶凤冠，看不见我手中真正握过的城防图、良策和军令。好，你不做附庸，你做丹阳王，入朝议政，掌义仓女学，军眷安置，封地自治。你真舍得？若天下只靠一个男人的面子维系，那才不值得舍不得。那我还有一道旨意。你说。从今往后，凡以女儿婚嫁换官爵、逼嫁夺产者，皆入律惩治。女儿可读书，可成业，可为家主。准。窦令仪，往后你站在朝堂上，不必站在我身后。那你也不必站在我前面，我们并肩。你如今封王，难道真要让窦氏颜面扫地？窦氏颜面不是被我扫的，是被你们拿女儿换前程时扫的。丹阳王令：征恩公府名下田产3成交入义仓，3成设立女学，1成补偿曾被逼嫁、夺产、驱逐的族中女子，余下产业由族中男女共同登记，不得私吞。
窦氏女学今日开堂，收族中女儿，也收军眷孤女，教书、算学、医理、律令。你这是要把窦氏祖业分出去？不是分出去，是还给那些本该有路走的人。我是窦氏嫡子，所以你更该知道，嫡子不是只会坐享其成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从账房小吏做起。3年之内，若能清清白白管好一仓账册，我亲自举荐你入仕；若不能，窦氏便不再养闲你。灵姨，你当真不恨我？恨过，但我今日回来不是为了困在恨里。父亲，从今以后，你也该学着守规矩。我这不是怕你累吗？药香比你稳。阿姐，路过中都，回来看看你，再看看这座城，是不是真的变了？这家生的是女儿，怎么也挂公使？如今不讲那些旧规矩了。丹阳王说，男儿女儿都该有志向，也都该有归处。令姨，你真的做到了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很多女子，终于不用再低头了。丹阳王，王后还想做什么？修义仓，开女学，定心律，让天下女子不必靠嫁给谁，才知道自己是谁。见过丹阳王。窦氏有金国，只手赴山河，